心灵需要滋养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心灵反哺，一个有温度的地方，我是青年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面临着许多选择和挑战。面对同样的情境，有些人能够乐观面对，从中看到机会，而有些人却消极悲观，看到的只是灾难和困难。这种差异往往来自于人的心态。心态可以决定一个人成功或失败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还是囚徒。李嘉诚曾经说过，乐观者在灾祸中看到机会，悲观者在机会中看到灾祸。这句话深刻地表明了心态对人生的影响。当我们面临挫折和困难时，如果能够积极乐观地去面对，我们就能从中找到机会和收获。相反，如果我们一味地悲观消极，就会看到更多的灾难和失败。境由心造，这句话也表明了心态对我们生活环境的影响。在同样的环境下，不同的人会看到不同的景象。有些人在乱世末年依然能够保持镇定自若，运筹帷幄，因为他们有一颗乐观的心态。而有些人即使在盛世太平，也活得兵荒马乱，忧心忡忡，因为他们的心态不好。一个人的心态会影响他所看到的世界。有一个故事可以很好地说明心态对人生的影响。古代一位秀才参加科举考试，连续2年都落榜了。在第3次进京赶考前，突然做了3个梦。在梦中，他种白菜，穿蓑衣，打雨伞，以及看到自己的棺材挂在树上。他找到算命先生想问个究竟。算命先生听完秀才的梦境后，立刻摆手说道：我劝你还是放弃吧。首先，你在墙上种白菜，那不是白费劲吗？然后你穿着蓑衣还打雨伞，根本就是多此一举。最后你说棺材都挂到树上了，这简直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啊！秀才心灰意冷，差点放弃了考试。但是当他向老师倾诉此事后，老师却告诉他，这些梦其实有着不同的含义。种白菜意味着他将成为高中状元，穿蓑衣打雨伞预示着他会有备无患，而看到自己的棺材挂在树上，则意味着他会有一个好的葬身之地。秀才听后精神抖擞，最终在考试中获得了高分，成为了状元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保持健全乐观的心态是成功的关键因素。拿破仑曾经说过，如果你默认自己无能，那就等于给失败制造机会。即使道路崎岖，环境困难，只要心态积极乐观，也能从荒芜中走出繁华与风景。如果你低估自己，只看着眼前的痛苦，让失败感支配你的人生，那么最终只会一败涂地。糟糕的心态可能会毁掉一个人的生活。在饶雪漫的小说《离歌》中，王伟从小备受父母宠爱，成为同龄人的佼佼者。他的前半生似乎一切都很顺利，但高考当天他因为忘记带准考证而错失一门考试。这一事件让他崩溃痛哭，甚至连后面的几门考试也放弃了。最终王伟在高考结束当晚跳楼自杀，遗书上只短短写了一行字：我是个失败者。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说过，我们的烦恼和痛苦不是来自于事情本身，而是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。好的心态可以成就一个人，而糟糕的心态也可能毁掉一个人的生活。以前读严幼韵的自传时，非常佩服她的豁达和乐观。在她的人生中，她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争，丈夫和幼女的死亡，但她总是对自己说，本来事情会更糟，并在幼女去世时安慰别人，说她之前一直很快乐。正如那句话所说，你的负担将会变成礼物，你受的苦将照亮你的路。世间苦难皆有意义，人生越难熬的时候，就越要拼心态。只要心态好，你所流过的泪终将会汇成一条渡你的河。只要心态好，纵然活在嘈杂的柴米油盐里，也能开出最有质感的花。青年这里给大家3个拥有好心态的建议。首先，我们要保持微笑，积极乐观。在一次脱口秀节目中，美国喜剧演员琼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。当他和妻子失业后，妻子无法承受压力，自杀了。女儿得知消息后，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，拒绝和任何人交流。为了帮助女儿走出困境，琼决定带女儿去高级餐厅用餐。看到菜单上昂贵的价格，琼开心地说，如果你爸爸还在世的话，看到这个菜卖得这么贵，他肯定会再次上一遍的。这句话让女儿从悲伤中走出来，开始微笑。从那时起，琼和女儿靠着幽默和微笑
一起走过了难关。正如泰戈尔所说，微笑是治愈世间一切苦难的良药，敢于对苦难微笑的人，终将会守得云开见天明。其次，要学会与自己和解，不和生活较劲。多年前，我读过一篇报道，讲述了一位叫珍妮佛的女子靠游泳横渡大西洋的故事。然而在她完成这一壮举之后，很多人却对她鸡蛋里挑骨头。他们认为，在遇到恶劣天气的情况下，珍妮佛没有坚持在海水中游泳，而是停在船上休息。这让我想起了周国平的一句名言，许多痛苦的原因在于盲目的与别人较劲。当我们拥有了不与别人较劲的智慧，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美好。珍妮佛选择停在船上休息，也许并不符合人们的期望，但她的独特方式使她成为历史上的英雄。正如诗人泰戈尔所说，微笑是治愈痛苦的良药。在珍妮佛面对困境时，她的乐观与坚强可以帮助她克服一切，就像一个父亲和女儿用幽默和微笑克服困难的故事一样。因此，珍妮佛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微笑可以带来世界的光明，帮助我们面对挑战和痛苦。另外，还要常怀慈悲之心，对世间万物都心存感激。在这个世界上，美好的事物取决于我们的热爱程度。如果我们心中怀着仇恨和抱怨，我们将永远无法领略到这个世界的美妙之处。只有以感恩之心面对人生，我们才能过得充实而快乐。我也很喜欢丰子恺在《豁然开朗》中的名言，既然无处可逃，不如喜悦；既然没有净土，不如清心；既然没有如愿，不如释然。虽然我们无法逃避生活，但我们可以选择欣然面对。虽然我们未必能如愿以偿，但我们可以选择释然。尽管我们无法掌控每一天的情况，但我们可以选择成为自己喜欢的人。尽管我们无法完全控制我们的人生，但我们可以选择过得甜蜜而自在。愿你和我都能拥有一双充满爱的眼睛和一颗充满光的心。在这个世界上行走时，让我们一边温暖他人，一边照亮前行的路。好啦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